在巫妖大战那段漫长的岁月中，天地之间漂浮着一批无法转生，只能等精魄之力散去后彻底消亡的幽魂。为偿还巫族各部在大战中犯下的杀孽，我们的祖后土娘娘以身化作6道转生盘。自此，众生精魄有了可归之处，但祖自己却永远留在了这洪荒大地的深处。哼，把妖魂全投入幽冥大不经人书生死簿直接审判，会扰乱转生之路，且此举违逆天道，巫族必遭天罚。干我何事？这。什么人？你可恶！放开我！你被众生所害，如今你还要护着他们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小子，给我等着，早晚弄死你！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了6道府大乱，陛下和娘娘被困6道转生盘，必须上报。2位师叔虽被困在转生盘内，但尚能抵挡6道之力，暂时无碍。那就好。若想助陛下和娘娘离开6道转生盘，必须查清今日异变的根源。老师曾说，在巫族12祖巫中，对盘古神之道领悟最深的便是大德后土，但他所画的6道转生盘并不完整，具体弊端是何，或许得向另一位圣人请教。这件事我确实知道，毕竟上古时我与后土也算有些交集。上次差点把我老底掀翻，这次务必小心。还请圣母解惑。哼，你见到的是后土，也非后土。你当知，世间万物若开灵智，便有七情。他们转生之时，哪怕饮下忘忧汤，没了记忆，仍会保留一丝微弱的情绪。莫非这些残存的情绪会被后土前辈所感知？不错，生灵之七情，或喜，或怒，或哀，或惧，或爱，或恶，或欲。日积月累之下，后土的七情之念外溢，6道转生盘便走出一具化身，它承载着七情之爱。这是人格分裂啊！而且各人格还有情绪传染之能。哼。随后又出现了七情之欲和恶，为维持6道转生盘的稳定，后土只能将其封印。此番脱困，应是大德后土出手。只是，既已封印，为何又演化出了七情之怒？众生魂魄不断转生，七情之念只会不断增强，
封印镇不住是迟早的事。倘若七情巨现，该当如何？全部抹杀。主人，后土七情真的不该存在吗？你已听到巫族心声，自当明白，如此方能杜绝寻思之弊端，让生灵转生更加公允。后土娘娘可是大善巫啊！安静。这一次，我倒要看看水神如何应对。可后土前辈会彻底沦为天道法器。这是保护生灵转生不受影响最有效的办法。但你与我们不同，或许你能帮他。你若能想出办法帮后土度过这次危机，天道定会给你降下大笔功德。这是在暗示道祖默许我相助后土。稳妥起见，得拉上大法师一起干，然后再多请些道门高手来助阵，实力强的高手，道心稳的高手，不为七情所扰的高手，还有，齐了，出发！大德后土曾封印过七情化身，眼下唯有进入六道转生盘，找他问出封印之法。放心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多宝师弟莫不是忘了，来的可不止你们截教。原以为有上次在灵山的合作，产劫关系会有所缓和，结果七情化身为保全自己，必会趁机阻拦，到时还望诸位前辈出手相助。长庚道友，六道转生盘是大德后土以自身所创的转生大道为根基，构建出的独立于洪荒的小世界。化身进入其中，便会与本体直接失去感应。哎，小子，这次你可用不了化身了。让本体进入一个未知的、陌生的、绝对封闭的空间，太稳健了。来了，做好战斗准备，七情之哀现身了。仅一声呜咽，就险些让我道心失衡。好在大家足够坚韧。贫道想起我龙族昔日惨状，这泪实在忍不住呀。我们也撑不住了。阵亡加散。你们先退后，与哀拉开距离。哀的情绪感染力虽强，但看着似乎并无攻击性。能否请前辈挪一下，让我等去救大德后土？天帝亦是囚笼，他活着就要继续受苦，悲伤那么大，救又有何意义？寻宝有什么可快乐的？贫道也不太行。我也是。阵亡再加散。好在云霄仙子情绪尚算稳定。前辈执意不动，我等只能将您抬走了。你们在意的，终究只是他，谁在意我呢？我拥有的，
只有泪。前辈，你与大德后土本就互为一体，救他其实意在救您，得罪了。不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不要！说救我，又把我关了起来，这悲凉的世界呀！唉，吃饱喝足，就静静的等着毁灭吧。云霄仙子的道心果然够稳。仙子，我最近劳心劳力，肩颈酸痛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按摩下？我这是在说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早说过，靠哭哭啼啼可搞不定。不过也好，毕竟欲望是难以抑制的，努力一把，才知道什么是绝望。七情之欲。不过，普通生灵确实难抵挡欲望，但我身边这位可是道门大师兄。那个，长庚啊，后面先交给你了。唯美梦与安眠不可辜负。别睡呀，起来打怪呀，大法师！您的欲望就只是睡觉吗？没点别的追求吗？我很好奇，你的欲望是什么？你小子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吃错药了？怎么不躲啊？老师早已知道了你的事情，并亲自出手为你遮掩，我便说服老师收你入兜率宫。长庚道友真是洒脱不羁，正说这话，怎么突然躺下了？找到了。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。啊！你一个几百岁的小娃娃，权力、法术、神通什么的不想要，却渴望追求一个吻。前辈，晚辈的欲望您看也看了，不如挪个地方，让晚辈见见大德后土。放心，七情化身交给我们，一切小心。果然，精魄入转生盘会被引去六道大门，而本体则会去往后土的神石之海。你来了。那应是现世的七情之力吧？前辈早知晚辈会来，这是人教对我的许诺。如今七情脱离封印，一切正到了应验之时。前辈，晚辈要如何做才能助您镇压七情化身？此物生于不周山，乃先天灵根之一，可用来封印七情化身。
是先天10大灵根之首的葫芦藤。据说此藤共结下7个葫芦，每一个都是先天灵宝，而且还成为了圣人的随身之物。其中就有用来收孙大圣的紫金红葫芦。先前灵藤不知何故突然枯竭，致使七情化身从封印脱出。偏偏赶在玉帝转生之时，我以清净元神之力将此修复，或可助你们封印七情化身。晚辈定不负前辈所托，只是七情化身如此厉害，晚辈应当如何应对？稍后，你们可进入我的元神查看。你需在那里设法均衡七情化身之力，并用灵藤将他们收束。你们进入我元神之事，必定瞒不过他们，务必小心。晚辈明白。若不能封印七情化身，6道转生盘将会受损，世间亡者将再也无法安息。一切都交给你们了。大娃头，你再睡觉儿都没得喽。怎么这么吵啊？这什么情况？长寿。诸位，咱们此处乃大德后土的元神之所。按大德后土的指引，我们需要均衡七情化身之力，才能将他们彻底封印。请问您是？贫道乃阐教玉鼎真人，是广成子师兄请我来帮忙的。玉鼎真人，不就是劈山那位杨二郎之师？广成子竟然将这位大老爷请来了，甚好甚好。此时七行之力中，恶最强，小哀、欲、怒次之，其后是惧，最后是爱与喜。我们要做的是分头行动，弱化恶、哀、欲这3个化身的同时，维持怒惧的现状，并强化爱喜这2个化身。当这灵堂上的7颗珠子同时亮起，便代表七情化身已被封印。今日仰仗诸位了。天地运转，冥冥中自有定数。修仙之人，真能摆脱命运的掌控吗？吾辈炼气时，便如同这漫天狂沙一般，随风而逝。唯有以坚韧之心，悟天地之道，方可超脱一切。就在这里开始吧。非要在这里奚落我一个伤心人吗？你们有你们的快乐，我有我的伤悲，你们就不可以换个地方笑吗？喂，你说我们要怎么对付喜爱这2个七情化身啊？那还不简单？抓起来狠狠揍一顿就行了。看，在那里。
小姐姐，你们是来找我们的吗？你们跟我们一样是双生。来，姐姐跟我们一起玩耍吧。这也太可笑了吧！是啊，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来着？不妙啊！这喜之化身根本没我们想的那么弱。互相理解有必要吗？真的有人想要去理解对方吗？不过是为了得到回应，才去假装做出一副理解别人的模样吧？不累吗？你此前说过，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生灵对外界的感知，一切都不存在任何意义。但这些意义又是谁在定义呢？是你吗？你不就是真实存在的吗？可我的存在是需要被抹除的，依然是虚假的，不能让我就这样消失吗？对你自身而言，或许没有意义，但对于需要你们相助的人，很有意义。一直躲在这里不敢走出去，怕伤害到别人的你，与那个背负了一切苦难，还想着去帮助旁人的他，终究只是同一个生灵罢了，一样的温柔啊。我能帮上他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只知道悲伤和绝望的废物罢了。情绪稳定如仙子，也开始受到哀之化身的影响。不愧是七情中排名第2的小哀。再这样下去，不要说救大德后土，我们本身就要永远陷在这场哀伤的风暴中了。来了。师弟，我们得想办法激怒他。师弟，哎，这个化身也太弱了，要不咱们放了他吧？欺负这种小不点儿也没意思。你说谁是小不点？别自卑，相信自己，你会变强的，慢慢来嘛，相信我。黄龙师弟平时沉默寡言，没想到一开口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我这张老脸呐，不要也罢。好可爱呀！既然喜那么强，我们就让他喜极而泣，乐极生悲。
水神老弟说的对，这个最好对付。你渴望什么？玉之化身变化万千，对于不同炼器师而言，它可以很强，也可以很弱。它会主动撩拨你我心底的渴望，只要被它所趁，道心就会走火入魔。哼，我刚好带着一些让道心宁静的法器。各位若是在交手时被玉之化身影响到，可以拿出来看看。你莫非在见我姐姐前，多看一眼自己这些大作？这不过是防身之用，我又何须防备云霄仙子？水神小友能人之所不能，非常人矣。多亏有此物在。道友，还请过我这关。就凭你？自在化生，方正圆融。你竟能挡我！七情拆解，无非心意；六欲所指，皆由心生。这口鼎便是贫道的道心。有了，来，你我做个简单的游戏，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。这是我的一份快乐，你也拿出自己同等的悲伤出来。你说，这里面是愉悦还是悲伤？都不是，是情绪的混沌。混沌生阴阳，所以就有5成可能是悲伤，5成可能是愉悦，对吗？似乎是这样。那假如这块黑布你一直不去掀开，悲伤和愉悦可以算是同时存在的，对吗？也可以这么说。所以在此刻，悲伤和愉悦已经叠加在了一起。那你向前看，下一刻、下一个时辰，或者更远了，那里的情绪是不是也是5成可能是悲伤，5成可能是愉悦？不，你说的这些都是歪理，我根本活不到那么远。那你说，这里面一定是悲伤吗？悲伤并不是你存在的意义，感受生灵的悲伤才是。
感谢蓝星大佬薛定谔提供的理论支持。七星中喜、爱、怒、惧、欲5情力倾向稳定，小阿也即将被我说服，接下来就差大法师那边了。长寿，看样子我可能要费点劲儿了。得抓紧时间了。玉帝死刑若不能下凡历劫，便无法顺利归位。天庭危矣！还以为你们去做什么了，竟然是去喊帮手，我就先杀了你。道友，我们不如玩一个把戏。你看，我拿出一部分善念，你拿出同等的恶念，让他们……谁跟你玩把戏？来吧，给我一点你的恶念，我给你演示一个很有深度的把戏，一点就够了。配合下嘛，真的很有趣。滚！现在只差哀之化身，或许我可以设法逗他开心，进一步弱化哀伤的情绪。推不掉了。真的是愉悦呀！虽然知道你们不是为了我，但
但我还是因你们产生了点不该有的念想。只是既然最后都是虚假，为何要有开始呢？我怎么这么悲惨？贫道号长庚，人教弟子，天庭水神，能与你相识，引为道友，共成今日之事，相助大德后土，三生有幸，不胜荣焉。我是众生赋予后土的爱情，我既是后土。你们俩等着，以后我见你们一次，打你们一次。大姐姐，谢谢。保重。放开我！你这怪物！多有得罪。你等着，等我有机会，定要把你头发剃光，头上刻个绿毛龟。后土之德，天地共鉴，请后土娘娘归位。大德后土，务实传声，众生感业，永世不绝。若前辈担忧七情再度生乱，晚辈愿借玄黄塔一缕威能，助前辈守护七情。多谢。昔年我身化转生盘，便是抱着苍生大爱之情，制定此地转生细则时，更是抱着对罪恶的憎恶之情，和对善良的敬仰之情。若要我斩断七情，世间便再无转生盘，再无六道符。若无情，便无我。众生之苦，我来背负；众生之怨，我来承受；众生之恨，我来忍受。我自身之哀、恶、欲、喜、惧、爱、怒，为何不能由我来包容？以后要乖哦。无情，便无我吗？我本以为身为天道法器，理应摒弃七情，方可做到公允。然而后土拥有如此包容万物的大爱之力，竟令我也产生了几分动摇之心。大德后土，贫道受教。主人，这
这水神可太厉害了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哼，到底是我疏忽了，毕竟我还有10层算计。主人，你厚脸皮的境界可更高深了。少啰嗦。这便是七情失控前转生盘所见之情景。那是修罗族12品业火红莲之莲子，看来是修罗族用红莲莲子污染灵藤，想以此谋害娘娘。修罗族一向听命于西方教和路亚，七情生乱的时机又恰逢玉帝历劫转世，此番极可能又是路亚与西方教的毒计。后土前辈放心，此事晚辈定会追查到底，不让六道府白白遭难。有水神作保，我自然安心。只是为护玉帝神魂，王母神魂亦有所损伤。且从未有过神魂进入转生盘而不入转生道之先例。稳妥起见，王母神魂也需随玉帝一道下凡。有劳后土前辈。晚辈还有一事想与后土前辈、判官及乌牛、乌马2位元帅商议。水神请讲。天庭出力，正是广纳良才之时。玉帝陛下此前就有意招揽六道府，此番王母亲送玉帝神魂下凡，亦是为了此事。只是，眼下王母神魂已随玉帝陛下转生，龙吉殿下需坐镇天庭。便只好由我来代玉帝陛下与王母，问问诸位意思。六道府并入天庭体系，就能得天道之力庇佑。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判官意下如何？六道府巫族能得天庭赏识，实乃幸事。只是，判官可是有什么顾虑？六道府并无顾虑。而是巫族还有一支血脉，自巫妖大战后便退居北周苦寒之地，同族水深火热，我心中一直挂念。不知六道府归天后，可否请水神对北周巫族也施以援手？这并非难事。玉帝陛下与王母归位后，我会及时禀明前辈心愿。多谢水神。如此一来，六道府顺利上天。天庭就得到了巫族这一大助力。又失败了。地藏邪他那坐骑谛听遁入3000世界，还说什么追寻大道？西方教已指望不上，不必再白费力气。此番天庭必然有所警觉，你去告诉手下妖族，继续监视水神，其他不要轻举妄动。大德后土单独将你留下，可是小师叔下凡历劫之事出了差错。有劳大法师与诸位前辈仙子挂心。玉帝王母无碍，是大德后土为表谢意，赠予一门8九玄功，让我道门3教同享。8九玄功乃肉身修行第一法，大德后土有心了。玉鼎真人对8九玄功的评价颇高，日后他的徒弟杨戬修习的也正是此功法，不可谓不是缘分。稍后我亦可将此功法传授于熊灵力，助熊灵力精进修为。水神老弟，怎么领了功德还这么闷闷不乐？大德后土为众生牺牲自我，化作6道转生盘后，却不断承受众生反噬的痛苦。这看似美好的3界，多数人的幸福，却需少数生灵去承受痛苦。想来便让人感慨万千。这大概也是大德后土拜托我们帮忙收束七情的用意所在。弟子有一疑问，
想请大法师与诸位前辈仙子解惑。但说无妨。道之一事，可有对错，可有正逆，可有善恶，自是没有的。但道为生灵所修，生灵却有对错，也有善恶。大道3000，亘古迄今。然生灵修道为何？又会将道修往何方？却因人而异。终至道途不同，故道所显，随人而变，随人心而至。道本不变，却因生灵恒变。能否有一种道，可均衡生灵之变，使大道恒长？乌俗迎风变，虚怀玉物轻。千钧将一羽，轻重在均衡。长庚道友这时悟道了。道基圆满，道心无垢。长庚这么年轻就能悟道至此，来日前途不可限量。七情之爱的后劲也未免太足了，此前积压的悲伤全部反弹了回来，悲伤那么大。后土之事证明了，劫难并非是主观说躲开就已躲开，即便是实力如此强横的后土，也难逃算计。封神劫前诸多变数，我该如何破局，才能保全道门和人族？变数1：圣母女娲力保路亚。我想通过杀死路亚来改变封神大劫的计划，被迫搁置。变数2：洪荒里存在另一个蓝星人浪前辈，他也知道封神大劫的未来，无论他对于大劫的态度是什么，都极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行动。师兄，你听说了吗？仙都大法师生孩子了，那孩子就在天庭。是。这可是人教的大喜事。据一位不愿表明身份的仙界内部人士透露，大法师修行阴阳大道时，往太极图上一坐，天地交改，然后就……文字经3000遍。弟子实在不知竟有这般谣言，还请大法师恕罪。我自逍遥自在，何惧闲言碎语？水神，恭喜你们人教大法师喜得贵子啊！男人生崽当真厉害。误会，都是谣言，谣言。长寿邀我前来，就是为了看这些小惊喜吗？不，弟子有件事需要与大法师商议。如今天庭急需人才，更需要值得信任的人才。我们或许可以引荐人教仙人加入天庭。师父，这是大法师赐下的增寿酒，能增寿元，提修为。对了，这酒还有护肤养颜之效。师父。师父步入真仙境，便可以上天庭任职了。我
突破到真仙境了，我修到了仙生巅峰。实力不够的，就把蟠桃弄成酒送给他们，保留营养风味的同时，加速提升修为。师妹师叔也快来尝尝吧。酒，小九要喝酒。上天庭任职。师父，不久前天庭发布了强兵计划的招募令，弟子自作主张将您报了上去。今日天庭要召您上天，封您为山神。我？啊？师父，是我。长寿，你怎么？嘘！师父，弟子这具化身的身份是玄都小法师。你以后遇到危险，就报这个名号。啊？咱们人教大法师乃是天地间有数的大能，你这外号岂非故意沾光？这名号便是大法师给的，方便弟子为咱们人教做事。弟子如今已能照顾好您与师妹。接下来恕弟子不敬，您我以道友互称，若您跟弟子的关系暴露，恐会招来祸事。殿下，我在水神老师那里上课，带老师走一趟。奇缘道友随我来。道友当真好福缘，能得水神老师举荐。您是？啊，忘了说，我父亲是凌霄宝殿中的天地主宰，母亲是瑶池仙手，他们这才称为一声殿下。凌霄主宰，瑶池仙手。那不就是玉帝王母的女儿亲自带我走后门？不是走后门。按照水神老师的话说，应该是内推。道友符合天庭招人的标准。是这样吗？能得水神举荐，道友定是人教高卓仙，定是高品性之良才啊！多谢道友。不必客气，我乃东木公水神好友，今特来送道友上任。东木公，天庭南仙之首亲自送我上任，这后门都快走成正门了吧？我这就上天庭做山神了，辖区还在渡仙门这儿。长寿，你跟这个水神很熟吗？弟子就是。啊，天庭重臣是你？龙姬公主的老师是你？东木公的好友是你？玄都小法师也是你？那大法师的私生子也是？不，师父，你听我解释。如今接连收复龙族、巫族，天庭已有崛起之势。只要天庭能提前大兴，就无需再通过分封神位来壮大自身，大劫就不会落下。天道有感，神位已现。今有大德后土主持六道事宜，统辖天与地之沟通，列二阶镇神之位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与天庭之间仍需要掌握好尺度。我可以成为天庭的臣子，却不能成为被天庭操控的棋子。这位人教弟子真是了不得呀！龙族开路，巫族相随，天庭怕是要出现一位新的权臣了。
来大德厚土之事，令你感悟良多。你的大道快要凝成了。我只是刚刚触及道的边缘，要修成大德厚土那样的大道，还差得很远。哟，这小子还挺有自知之明啊。厚土之大爱，实属可贵。似他这般先与天道而生的生灵，天性与道相近，对凡俗情念一知半解，探寻大道尚且需要漫长岁月。若非心存一腔孤勇，又何敢耗费光阴，演化七情？仙子也是先天生灵，不知仙子是如何找到道心所向的？我诞生之初，本是天地间第一缕云彩。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刻，我看见天空与大地分离，混沌的浊气缓缓退去，缥缈云雾冉冉升起。晨光是我，微风是我，朝露是我，万灵同类，混元而生。我想，那就是我要追寻一生的道。仙子笑起来当真好看。我搜肠刮肚，还想吟诗作赋应应景，却发现自己所知的那些诗词，抵不过你美的半分，只能用这般一句好看来夸赞了。今日你怎的多了这般言语？常听人说，先天生灵以道性居多，修行越久，越是忘情灭性；而后天生灵则以人性为主，实力越强，越会彰显私欲。仙子觉得，道性与人性，孰轻孰重？道性与人性，本就是此消彼长，自然需坚定道心。我却是一个俗人，我以为道非本我，性为本真，人性恰恰是生灵的本性。舍去本心，何以寻得真我？须知本心本性，得名造化道生。云霄受教了。果然，如果云霄仙子真能断绝人性中的情念，又如何会在公民前辈死后，以身入劫，替兄长报仇，最终落得那般惨烈的结局？别吵，别吵，嘘，还能听到些声音。仙子，你可想过，若你我结成道侣，会是哪般情形？怎的突然说这些？我与你此时只是相熟，虽彼此有心意，但此路漫漫，言之过早矣。但你我只需平日里多见多言，自会快一些。咦？我也想与你多见。那我们每500年见一面，可吗？500年，关在五指山的猴子都能熬出狱了。这就是先天生灵和后天生灵在时间观念上的时差吗？这枚落宝铜钱，还请仙子收下。你我之交，本应淡如水才是，怎的还要赠我灵宝？此物放在仙子这里，我最安心。倘若封神大劫避无可避，有了此物，或能帮公民前辈挡灾，
降低云霄仙子入劫的因果。我知你有你的缘由，你不便说，我便不问。此物于你，而今强敌环伺，盼此仙云，护君一程。这……亲赠一缕青丝，我还一份因果。那仙子，500年后见。大家把什么给他了？啊，我们该不会要多出个姐夫了吧？嗯。难怪那家伙喊我就是前辈，喊云霄师妹就是仙子。让我看看这小老弟打的什么鬼主意。你们仗着法宝如此窥探，难道不怕云霄师妹教训起来？大姐应该还在好感境。好感境是什么？修成道侣的几个境界呀：好感境、心动境、升温境、热浪境、姻缘境。姻缘境若大成，愿意为对方奋不顾身，不顾因果，那就是道侣啦。能得大妹欣赏已经很难得了，要想让不食人间烟火的先天生灵为一个人奋不顾身，水神老弟任重道远呐。顺其自然，且看后续吧。师兄真是的，一定要让我带这么多东西吗？咦，下山修行不快乐吗？出去有那么危险吗？天还能不是这片天？师傅，师兄，弟子这就出去闯荡了。我要修成真仙，我要下山历练。这么突然吗？师兄，师傅都去天庭了，我也要去。我最近几年修行遇到了一些瓶颈，始终无法突破。师傅说是我总待在小琼峰，日子太过安逸的缘故。师傅说的不错，只有在险境中磨练自己的意志，才能增长道心。人族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，我辈至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。等你下山就明白了。啊，这么说，师兄是同意我下山了？我会交给你3个任务，限期3年，完成之后，想必你也应该突破了。为师是不是该跟上去护灵儿一场？师父，师妹不是任何人的依附，也不是小琼峰的一个摆件。
他应该去了解，天地不只是眼前看到的这些，人生的选择亦是多种多样。那时，他才能开辟出自己的道。蓝天白云一成不变，群山一如门内中风。但一眼望去，总觉无比壮阔。这就是外面呀，真美！救命啊！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你逃不掉，把宝材都交出来！这不就是师兄的教学案例吗？安排的太明显了，完全在侮辱我的灵智水准。多谢恩公，还请恩公救我救到底，我愿当牛做马。竟还有隐藏试题，弱者绑架，不必。若这般都逃不掉，你不会想碰瓷我吧？告辞。这次解决的不说完美，至少也算优秀吧。师兄见我行事这般稳妥，应当能放心了。好不容易下山，得给师父师兄买点东西。不过零食不多，得省着点花。小妹，你就是赌气外出，也不能不带盘缠啊。这是大哥命我送来的，当街送零食，这么突兀又直接，不像是师兄安排的。大姐姐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家中只有一位兄长，并无其他姐妹。啊？警惕性挺高，不会被灵石骗走。小妹怎么还在说气话？啊？敖乙怎么直接放水了？哎，也罢，毕竟是我失策，忘给师妹多备灵石了。我家穷得很，大姐姐接近我，究竟是何居心？啊？单一个稳字能说明什么？师兄外出都用纸人，但他根本没有纸道人特有的气息。更重要的是，小琼峰的月宫都被师兄拿去换药了，怎么可能有鸡仔？我竟不知长寿兄生活得如此窘迫。其实并没有，毕竟身兼数职。灵娥道友，长寿兄特意让我追来，除了是送灵石，还想考教你的警惕性。敖乙，真是送灵石？不，师兄行事素有深意。有诈！这里真没有。这里一定有诈。不了，我带了灵石。长寿兄所托，请务必收下。我尚有任务在身，告辞。稳，确实很稳，但稳稳的压错题了。师妹，师兄，我确实忘了给你多备些灵石，所以才……我不信，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师兄？某人一日沐浴最高纪录是12次，13岁被蛇咬了，哭了3个时辰，17岁……你这段时间的表现我都看到了，你已经有能力去完成历练。这次我不会特意安排什么，也不会出手干预。接下来的路，你要自己去走，去看，去经历。心有不定时，可抄稳字经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。唉。
前往南州边界，诛杀100头真仙境修为的妖兽。真仙境，也就是和99师叔差不多的修为。正面打我可是一个都打不过，100个。师兄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啊，这里就是南州边界了。人族生存权并非生而就有，我辈至今日是前人用性命拼回来的。身为人族炼器师，我亦当为此地人族尽一份责任。时间过去，附近的妖被吓走了大半，短时间内不会再来。疗伤药方还有灵石也都留给了村长。历练任务已经完成，小兰姑娘，这就要走了。小兰姑娘，晚上来沈家吃饭？不了，还要准备明天用的药材。那你多注意身体，别累着。若是能学到些仙人法术就好了，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兄弟没了。等我再长大一点，就去仙门拜师，修习法术。到时候我来保护家乡。为何不舍弃村落，退到后面的城关？若我们退，妖兽就向前追，那样死的人更多。而更多妖兽也会闻讯而来，我们再怎么跑，能跑得过妖兽吗？朕有祖训，便是俱为妖兽所食，亦不可将人族之土拱手相让。人族起于微末，一路百般艰险，左右尽是凶恶。但凭着这股不屈之意、自强之心，方有人族代代不息。道心似乎圆满了一些。这么快就来了！师妹的天劫到了，灵娥护卫纸人军团出击！师兄，此地已布下12座防偷袭微型阵基，渡劫所用之物一应俱全。最后的底牌，9转金丹。我从老师那里求来2颗9转金丹，一切收好。撑不住了再吞，这是本命啊！不过也无需太过紧张，你的道基稳固，渡劫成功率还是有9成8。师兄，师兄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
确认过眼神是拒绝不了的雷，但我只是在天道认可下总结渡劫经验，利用太清丹道帮师妹做了一点点渡劫准备。凭什么挨批？为什么被罚？怎么就……且慢，吻字经。谁能想到罚他抄吻字经抄多了，抄出一条大道啊！这波只能认了。感谢天道老爷百忙之中赶来训诫，弟子甘愿领受责罚。天罚，小琼峰何以会招致天罚？长寿，给你找补的借口，我实在编不出来了。师兄，9天速灵劫，凡度过此劫者，将来必有长生之资。等下，师妹要受9道天雷，我不会也要受9道天罚吧？无妨，莫要分心，专心渡劫。轮转，天地井然。天劫是命数，亦是机缘。我准备好了，来吧。大劫牵扯之人相继现世，只怕他第一次现世是在巫妖大战时。有妖兽作乱，将此妖就地格杀。那难道是本座杀了你们所有人，了断因果？魔女好像被控制了。
是什好特别特别做个安全，反而时常好奇当保险。